郑丽文4月访问大陆，6月说要到访问美国啊，那就安排见华府的官方人士了啊，因为当然如果都见了民间人士，没什么好去的。郑丽文说他为什么要去呢？希望分享政协会的感受哦，他跟政协会还有什么看法啊等等的啊。那另外呢，这个他说他不会不了解美国的重要性，否则我就是白痴啊！我怎么不知道美国重要呢？美国当然重要嘛啊！那另外呢，这个有人说了哈，郑丽文哈，这个国防预算呢又这样的这个背阁来背阁去哈，然后跑去跟习近平会面啊等等，会不会美国冷落他？郑丽文说不会，已经有美国重量级的议员邀请我了哦，所以呢至少能够见到重量级的议员。那另外呢，美国智库拜会民进党哦，他这 CSIS 了啊，智库啊访问团啊，他这个会长啊，那许国勇说。郑丽文是符合习近平一中的框架啊，他跟智库这个反映啊。那另外呢，赖清德啊，现在要去非洲斯瓦蒂尼啊，总统呢这个就职好像40周年吧啊，40年了，总统就职40年哈。然后那个国家本身呢有58周年的庆哈，那他去啊，说他的这个致辞哈，要向非洲要破除北京的一中论述啊。那另外呢，这个非洲有11个国家，超过40个政要欢迎赖清德，因为其实我们邦交国只有一个，但其他国家大概有一些交情啊，或者有一些联络了。外交部说表示我们台湾的互惠模式，我们虽然没有邦交，我们可能还给他一些这个一个协助，所以受到肯定，或者过去给他协助过哈。那我们看一下到底怎么回事。我的出现已经在美国引起了论战。这是非常好的事情。美国也相当重量级的国会议员，不止一次的对，希望我赶快去啊，然后一定要跟他们联系啊、见面啊、沟通啊等等的。政协会后，郑丽文谈到美国行，充满信心跟期待。这回确定6月出发访美，目前行程跟访团成员都开始联系。白宫、华府、智库而已。对，当然还有我们非常支持国民党的海外的侨胞朋友们。当然啦，大家关心的就是说啊，对国民党有很多的误解啊，我也不会不看重美国的影响力。对，不然呢，我就是个白痴。见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很多的感受跟想法。带到美国，要把政协会带回来的成果和美方沟通。郑丽文要展现国民党美中并重的决心。只是另一头，他一直想见面的总统赖清德，22号也即将出访友邦史瓦蒂尼。目前非洲11国有40几名政要透过致函、社群媒体贴文都表态欢迎。外交部长林佳龙就说，这是台湾模式契合非洲转型需求的展现。我们把它定位是台史同庆。携手共荣，龙邦计划协助的重大建设案，像战备储油槽。我们在非洲有5个国家，有6个管处。事实上，我们跟索马利兰也是类似的准邦交的关系。尽管这回总统才直飞不过境美国，但首次出访非洲，从2020年开始互设官方机构的索马利兰也在 X 上祝贺，还抛出中华民国国旗。来位置。我觉得我想要先回应一下刚才讲的那个军购问题哦，因为其实无论看到这个郑丽文出访，其实大家都在关心，就说那这会不会牵动到这个国民党团对于这个省军购的这个立场哈，以及相关的进度。那我认同的是说，其实现在这个沟通确实我认为。还是不够正面哦。我指的沟通是整个在立法院的沟通。因为昨天其实韩国瑜院长有请这个外交国防委员会，好，那请这个国防部再来办一次这个机密会议，但是国民党的立委就只有陈永康一人出席，哈，那所以这个我认为这个沟通的品质确实让大家会很疑惑，是说那到底国民党的立场是怎么样？哦，我其实我有点半开玩笑讲，但我也是认真的，我的心情是一路看下来，好像。这个最支持军购，要谈军购，反而是赵少康赵大哥。现在大家谈的是赵少康赵大哥的8100亿的版本比较多。好，那看到是说，那之前我们在讨论这点军购案要怎么样符合台湾最高的利益。那我们如果国民党只把它切成是说要有美方的这个发价书这件事情，我们认为是用这种切法是。不尽公平，好，应该是要看，无论是有发价书的，或者是这个商购跟伪制的，有没有其必要性，
而不是一刀切就把伪购跟商购就放在外面。但我认为，其实无论怎么样，有沟通，你愿意去这个参加会议，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，是说我们要来谈军购这件事情。好，那郑丽文主席他接下来要访问美国，我的立场是，我认为台湾不分任何政党都应该多多对外国来进行交流，任何国家其实都是。但我其实质疑的是说，郑丽文主席看起来他应该6月份的访美，他应该做了一些准备，可是他却说他要去美国谈说他跟习近平谈话之后他的感受是什么？他如果是以这个主题去规划他的这个访美的行程，这也会让我们很多的疑惑是说，那你难道跟美国人只谈你看到习近平的感受吗？难道你的 agenda 上面没有其他的议题可谈吗？好，那当然回来我们就是一样会质疑是说，那郑丽文主席他现在认为说他有他一定的重要性跟代表性，可是，在我们台湾目前不管是在立法院军购的议程等等议程上面，我们没有看到国民党展现足够的说服力来说服，包括国民党内部的争议是说，那究竟这个国民党的路线，现在军购到底是要怎么处理？那我们都会一直质疑说，你是不是只因为中共的压力，只因为中国的压力？那我认为其实这件事情其实是对于台湾来讲，我们的国际形象上面也是有伤的。来，伟汉，今天是礼拜2，明天赖总统就要去我们的友邦史瓦蒂尼。那以前他的名字叫史瓦济兰哈，我因为以前采访的时候我去过2次。那有一些国人朋友在讲说，赖清德总统还没有过境美国本土，确实还没有。但这个去非洲是确实不用了，因为往西飞怎么可能绕一圈，对不对？但就要看下半年，因为这个我也访问了外交部长，他说下半年还有计划。那每一次外交部都1年会有2个计划，上半年计划就建议就执行了。那刚刚这个主持人康哥已经跟大家讲了，58年的建国，然后40年的登基，恩施瓦蒂3世，那一直都是他了，好，所以赖总统要去，所以等于就是在每一个总统在他的任内，所有友邦都会计划去一次。那非洲现在只剩1个，第二个。非洲只剩1个，我过去采访是有4个啦。甘比亚共和国2013年断交，然后圣多美普林西比2016，布吉纳法索2018，所以全部都到2018的时候，当时中国大陆的外交部是有个计划叫非洲全家福，只剩1个嘛，就要把史瓦蒂尼给它挖过来。可从2018到现在已经2026了，过去这8年都没有挖走，大家也在讨论说为什么？其实几个理由了哈，有一个是完全放上台面上的理由，是因为恩施瓦蒂3世。国王他的母亲，就是这个时候，他很喜欢台湾。他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来台湾台大做手术以后，他爱台湾，所以他就跟他交代说，不可以跟台湾断交哦。那其他的就是，现在目前的计划就是给他很多的这些他要的除油草啊，跟相关的计划，他就坚持，因为很多国家都被挖走了，就他一个没有被挖走，所以去这个国家。好，第二个，其实林佳龙在访问这有特别讲，一中政策你没有办法打破。因为非洲50几个国家，53个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中国，台湾只有1个国家承认，就是史瓦蒂尼嘛。那他现在目前，今天《自由时报》写的哈，我的了解了，看最后赖清德赖清德总统怎么讲了，就是你一中还是跟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你跟他有邦交，可是你一台可以跟台湾有实质合作关系。所以这个包含了索马利兰，包含了你看这一次的林佳龙，他去日本，他去欧洲。确实，他能去的地方比较多，都不是在建交的基础之下。因为你要建交，就马上就撞墙，你没有办法让这个国家在中华民国与中华民国之间做选择。他要更大的市场，他要这个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里面的 China PRC， 他不要中华民国的情况之下，就把这块放下，没有汉贼不两立，你还是跟他有邦交。你不用跟中华民国建交，但是可以有实质的往来。现在走的方向跟外交路线可能会是变成这样。我这早就在走这个路线了，又不是现在开始走。你跟美国也是这样啊，因为美国也没邦交，你跟日本也没邦交，还有很多国家是在台湾不都设有那个什么经贸办事处？就是这个，其实就是道理嘛，就是说外交是一回，有正式邦交当然好了，至少承认我们这个是全世界的唯一的中华民国嘛，那一定是这样嘛，那不会全部都是承认它嘛，那但是呢，实质外交是一直在做啊，不是民进党现在
从之前就一直在做了啊，就实质外交看做到什么地步了。老师要补充。讲到去史瓦蒂尼访问哈，这个实在很惨烈，现在就凄惨哎。你记得当年杨锡坤次长的时代，非洲先生，哎，对，你看那多少国家还是跟我们友好，现在只剩下一个，剩下一个。那1-2个礼拜前，北京才宣布对非洲所有的国家零关税，零关税啊，只有一个史瓦蒂尼是例外。你看，我要是史瓦蒂尼哈，这种压力有多大？不见得了，看他外销多少，如果他根本没什么东西外销，他哪在乎关税了？不，然后你看要去这件事情，非洲另外有一个半国家，我为什么说它半国家？因为很少人承认它，我们是承认它的哦，它是一个叛军脱离中央政府另外成立的一个国家，叫索马里兰。那原来的国家正式的国家叫索马利亚。那这个国家说升起我们的国旗，表示恭贺，说我们的总统去到非洲，这嘛是吼，孤屈的啊！你恭喜咱去访问一个孤屈的国家，这是足凄惨的哈啊！那好了，不要讲这个，我们讲这个郑丽文要去访问美洲，我们的今天的通告里头，那标题叫郑丽郑代外交啦。我觉得这个标题是错的，因为光是中国也好，美国也好，都没有把我们看成是一个正式的国家，所以美中台其实不叫外交关系，美中台是我们台湾在处理，在我们目前这种很特殊的情况之下，我们美台、我们中台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？这一方面我觉得民进党就好像一群莽汉在治理国家的时候，全心抗中，然后全心亲美，没事，大家没有第二个不同的声音，但国民党是很尴尬，因为国民党如果要跟着那个民进党跑，哪相跟拜没有效果啊。那你要亲美，你都是跟在人家后面，你朱立伦也好，谁都好，你就是慢人家一拍啊。然后我们也觉得说你不是我跟你好好结交的对象。你说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们的国民党，我跟我同期的不分区的委员徐玉仁。他卸任以后到美国去当智库的，然后呢一直放话，说国民党如果这样的话，你郑丽文来美国就难看了。到底光是许玉仁跟郑丽文，这国民党就不止一个党了。许玉仁不是国民党的了，现在。我觉得这个，但是好了，许玉仁不重要了，只是一个智库的这研究员。现在问题是国民党里头有亲美的但是有不那么亲美的，我想台湾没有一个人敢不亲美啊，程度的问题啊。但是你越觉得我的未来对跟这个大卫的连结还没有完全断掉的，越亲美，因为他晓得我不够亲美的话，我就提早结束了，被他修理掉，那自己就会给。所以国民党就是一群，就是你说他没有胆子，懦夫，或是你是他愚蠢，不晓得该怎么拿捏。我觉得其实你觉得国民党没有路吗？国民党当然有路，只是国民党人不肯用脑筋，而且没有 guts。你有 guts 的话，你要坚持你的立场，该做的就要做，不应该做的就不要做。脑筋要想说，我等一下有机会我告诉你，台湾未来3年呢是处于最好的境界，我们会赚很多的钱，没有人敢欺负我们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们中国跟绿的跟蓝的这种小家子气的这种小圈圈的斗，一点意思都没有。他在节目之前还没有进来，还是一直跟我讲未来3年好得不得了的。我觉得其实我一向主张中美是等距了，对我们来是等距，就是美国很重要嘛，6-7-4年对我们都很重要。金立文自己讲的是恩人这个是亲人。中国也很重要嘛，那你亲人怎么拿捏，恩人怎么拿捏？所以基本上就是等距嘛，我50-50嘛。民进党现在是100美国0中国，而不止0中国-10、-20、-50，这个没有必要嘛。对，他也不是嘛。对，你再烂，去年也赚人家1000亿美金呢。去年还赚了1000，就是2000亿美金、3000亿美金，对，所以在不管怎样，一个等距嘛，美国很好，中国也很重要，都很重要。你干嘛呢？为什么要偏废呢？不需要偏废嘛。需要再回来。好，那郑丽文去大陆宣布10项。
录10条了啊，其中8条跟台湾有关的，2条是跟国民党有关的，就是共产党、国民党的交流了哈。那好，昨天这个许淑伯商业总会呢理事长就找了7个工会，都是他们有关的啦，这个交通的啦、旅馆的啦等等这些了哈，旅游跟旅游有关了哈。那农产品啊等等哈。那民进党就事先就叫他们不要出席，哦，你们不要出席。就他们还是来了，因为对他们跟他们这个生意有关嘛，然后民进党就说你们这叫做以商为政，然后呢商业总会就你叫做以政为商，反正大家互骂特别是开放观光，业者也说你为什么不开放呢？对，我们去年观光的逆差是7000亿新台币，也不少呢，7000亿对业者来讲，当然民进党现在讲的时候，我们先不怕，我们 AI 很好嘛，外销很好，是很好，经济成长也不错 ，GDP 什么过几年要超韩赶日了，但是可怜还是很可怜啊。那些传统产业很可怜，你不能只看那个好的产业啊，对，你看那个股票真的涨很多，也就那些啊，很多大部分还是苦哈哈的现在连上市能不能上得成我都怀疑。现在一般的传统产业，一般真的要上市能不能上成都怀疑。很多专家讲说，大家现在都集中在那个高科技上面，那高科技当然很好啊，但是问题是。一般怎么办？你服务业要不要？你传统产业要不要？你观光业要不要？对不对？你还是要啊，所以呢，这些业者要注意到，不能说这些业者就不管了。所以他们也说那一般我们的票呢？我们也许是这个经济产值不高，我们人很多啊，服务业的人是很多的，要不然我们的票那另外呢，大陆也是上面一个命令下面动作很快的，说福建东山港打造一个台湾的鱼去的专用港口，特别是台湾石斑鱼虾到了特别多，2小时就给你通关了。因为鱼很怕你太久了会坏对不对？鱼最好真的活蹦乱跳，鱼最好，所以呢2小时给你通关，也不给你检查乱七八糟搞一大堆，浪费时间那陆委会主委就说，经济交流不断被中共政治武器化，业者会血本无归业者没有那么笨业者比你会做生意他是会衡量的，业者也不会把全部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，它是多一个市场嘛，而且当多一个市场的时候，他那个喊价的这个能力又强一点了，成本那个资本又强一点了，所以业者自会衡量嘛。到底我应该放多少，然后我要怎么准备？而且经过前2次事件以后，我相信业者现在更清楚所以呢，你担心他血本无归，真的不需要你担心那另外呢，这个许淑伯他前立委了，商业总会的这个理事长，他就说陆方没有施压叫我们开记者会是赖政府打电话给这些7个工会理事长，叫他们不要来开始去查水表了。对你已经是政府已经给他们施压了那说民进党说怎么只有7个工会？商总说，因为这7个工会是跟这些有关的，你把其他工会，你现在找 AI 工会来干什么？没有用嘛。这7个工会，它的确是都是跟这次这个大陆开放有关的嘛。所以呢，商总就说你不要跟站在人民的对立面，站在产业的对立面嘛那所以呢，这个业者说呢，现在扣我们红帽子才是以政逼商，并不是以商来逼政那另外呢，民进党团不是政府限制交流了，是我们系上安全带，要你们安全一点了。你怎么系安全带？你们绑得死死的是不是？林左水民进党大佬说有什么不可以？为什么不可？那因为经济部说不要走回头路他就说就算走回路又怎样？有些可以走回头，有些不能。传产那就是回头路嘛，那怎样？台湾不需要传产吗？也需要嘛，你不能只看高科技嘛那另外呢，这个民众党说民进党是意识形态治国，说国民党说不要再拖延了。我们看一下。要证明惠台措施不是说大陆官媒央视报道，针对活鱼进口，福建东山港已经准备好专属通道。这艘台湾渔船4月15号下午从高雄出发，经过19个小时海上航行，抵达福建东山港。与以往不同，这批活鱼停靠后无需等待。报道指出，原先检疫流程约需6小时，但现因相关政策2小时就可以。报道中还有台湾渔民也入境，这里的服务也很好，态度也很好。不过这一切看在赖政府眼中都是统战，但对于前一天商总携手7大产业工会给建言，这所谓的以商逼政卓揆态度似乎有些松动。只要时机成熟，我们也可以主动的向对方提出邀请来协商，无论是商务旅游，无论是各种
和农渔民的合作等等，这个都是我们可以主动做，但一定是要等待双方有这样的交流诚意跟这样的合作的意愿，前提还是要以政府公权力为基础。而商总指控有政府官员疑似施压，希望工会成员别出席记者会一事。我们有进行业者的了解，不过你可以问徐理事长但他没有回我电话，但是他应该知道，我们都是一起为国人、为业者的权益而努力的，没有所谓施压。我们只有关怀支持。一通电话，个人感受百百种。来，凤馨，这里面就凸显出来，政协会其实它是分2大块，一大块是有关于说郑丽文跟习近平在谈话的过程当中，他们到底交流了什么意见，然后看到了些什么，听到了些什么，可能会对于政策有什么样的影响。其实这是美方在乎的。刚刚提到的许玉仁，我认为他根本不是国民党立法委员啊，对我来说，他可能有其他的任务，所以呢，一离开一届的立法委员之后，就到美国的哈德逊研究所。哈德逊研究所的这个智库，它的性质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，它跟美国的情治单位之间的关系。好，那么但是他都承认一件事情，因为经过了政协会，他认为国民党非常有可能成为大陆跟美国争相交流的对象。所以当然不是去谈一谈什么跟习近平之间看到的感受是什么，这点请民进党放心。他在郑丽文出发到大陆之前之后呢，不断的激战里头挑骨头，连高跟鞋有没有穿这件事情都能够挑骨头的情况之下，我觉得其实请放心美国有美国他们自己形成的安排，这一点呢，其实我相信应该已经差不多了。可是呢，另外一大块其实就在交流的部分，也就是呢，这个蒋万安其实有曾经说了一句话，他说阻挡人民交流，执政党现在用阻挡人民交流这件事情作为他们的政治筹码，现在就很明显是如此。其实这10点措施我不喜欢用会台，因为这里面有很多其实是必须要互惠的。也就是说，检疫条件它必须要符合检疫条件的情况之下，才可以销往中国大陆，并不是说我们去然后就立刻通关。过去确实有很多的便宜形式，但我觉得这一次大家都必须要把那个检疫条件做好。可是这里面有很多其实是中国大陆说做就做了，比如说它的远洋渔业立刻这个可以卸货的那个港口，坦白说它设了就设了，那你渔船就过去了，那你也不能说我在这边说你不可以去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有一些会涉及到公权力，比如说航点的部分，那就牵涉到说你要不要与人民与业者为敌。你知道设那个航点的部分陆委会的副主委梁文杰他说，哎呀，这些航点我跟你讲都没有用，因为没有回头客。请问一下，要有回头客，然后才可以开航点吗？航空公司自己不会计算吗？我也很想问，我们现在飞机飞到柬埔寨，大家去吴哥窟，请问一下，回头客是柬埔寨的旅客吗？当然是台湾旅客啊。所以同样的道理就台湾旅客如果有这种航点需求的话，其他当然都是好事。我最后提一点然后我们当然其实看到我们的半导体我们的 AI 其实是很亮丽的，经济状况很好。但是因此我们反而掩盖了农渔业的产值正在节节下滑。我们在2021年的时候，农渔产品的出口是56亿7千万美元，去年出口44亿5千万美元，整整减少了2成这对任何的农渔产品的业者来说，其实都是很大的一笔钱。可是开拓了市场了吗？找到了替代市场了吗？解决了问题了吗？还是就是当农渔民想要能够有所交流的时候，一一打电话沟通就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吗？当你没有解决问题的方法，就去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吗？基本上了就是说这个民进党当时讲，我是听不太懂。他说开放直航很多航点以后呢，去是可以，回来是谁？他把它讲成货柜了，你知道吗？以前我们外销到美国的时候，去就是纺织品，满满一货柜，回来是空的，所以回来就大折。希望呢，因为美国随便卖一个东西，就值你好几个货柜的纺织品嘛。都观光客不一样你买机票一定是来回买嘛，你不能去买单程，单程很贵的，买去就会回，有去就有回了那另外就是说，民进党也说说老共这次都是统战，是又怎样？你又问我觉得统战很好为什么要统战你？表示你有价值嘛，他要拉拢你嘛。
如果老公今天说我不将来绝对不会打台湾，台湾绝对和平，是不是统战？当然是嘛，好不好？当然好嘛。你要他怎样讲？每天喊打喊杀叫好吗？什么东西也不买你，市场也不开放你叫好吗？所以真的不要怕统战，而且他可以统战你，你也可以统战他嘛。就对我们来讲，我们认为统战是不好的。哦，这搞我老公还有一个统战部他觉得统战是个好事啊。什么叫统战？就是联合所有能够不，他就统一联合在所有能够联合的朋友都联合，这是统战。那对我们来讲不是一样吗？也是一样啊。你能他只是叫统战，那你来讲，不管你叫什么了，你能够交更多的朋友，拉拢更多人，不是好吗？你怕什么呢？为什么要怕呢？老沈，我举一个小故事回应一下许淑柏的这个政见分离你还记得几年前啊，台南那个学甲乡有虱目鱼的契作，通通契作给中国大陆，结果不久以后选举到了，那个乡那个村开出的票，通通是绿的，我赚你的钱啊，我票还是投给民进党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这个老百姓自己有选择，你要老共要用经济上的好处，要用金钱来收买人心来买票，你不能说它完全没有效果，但效果没有大到你让你民进党政府这么惊惶失措，何况我们又是隔壁。那老共有的是资源，老共要用廉价的东西卖给全世界，谁也挡不了。那要买你台湾的东西，你卖不出去的，你也挡不了。所以呢，我觉得民进党政府面对这种相对不利的情势，光是害怕没有用，你要从长、从远、从大去思考，说要怎么样。应该就是说，我不在乎啊，我们的人要投给民进党政府，不是因为东西卖不出去啊，所以你没有什么好怕的。但是因为现在民进党政府的中央政策既然是全面抗中，全面抗中，当然无所不抗，大抗小抗，通通一起抗这个其实是提供反对党提供很多行业，其实有很多机会，不是政府所有事情他讲了算。不，这里我要提醒国民党就是说，民进党的策略现在很简单，这边抗中保台，他有票的因为台湾是有很多人的确反对统一。甚至很多人怕老共，怕不想统一，怕被打，很多人这样的人那另外当然还有本土省级加在一起，反正抗中保台是有票，但是票是不够的，所以民进党现在就再采取一招，他拉美国，然后把国民党都打成反美，打成以美，这时候会吸收到中间选民的，因为中间很多中间选民对美国并没有反感嘛，所以民进党拼命在美国点眼药，跟美国人讲说国民党都反对你们反对。所以你国民党不能加深这样的态势，你国民党跟美国也要交朋友美国为什么要放弃呢？所以如果民进党真的成功，一方面抗中保台，一方面又拉拢美国，亲美亲得很厉害，然后呢把国民党打成就是亲中的，我告诉你，2008的选举国民党还是选不赢的。休息一下再回来。